看过这里的草原之后，才发现原来之前去过都是草坪，因为这里还没有被过度开发，草甸一线，牛马成群，一切都还是最原始的样子。路边小羊一点都不怕热，随手摸摸它的羊头，也不用担心会有壮汉过来收你拍照费。开窗即是花海，独占一片天空的小屋。蒙古的马很热情，你招手它就会点头给你回应，而且为了顶头好看，它们还会自己悄悄的练习。当然也不是每一匹马都这么热情，就可以像这样骑着它溜溜弯，看看风景。你要是就是想当着这些马的面子遛我，给你这面子，那你一会儿能不能让我骑一下？求你了，别吃了，一会儿抓着罚也不罚你，罚我呀！快看，阳光在地上流走了。草原上的每一个木栈道都值得你左顾右盼，你会发现每一个角度都是一个世界，每个世界的每一帧每一秒都是美丽的。我从来没舍得花钱看过这个望远镜，今天圆梦了。蓝翠边的咖啡厅，每一只看起来都对你有想法，你盯我，我盯盯你，谁都吃不到水。在草原的山顶滑下去的时候，我拍了一张纪念照，然后我带去给鸵鸟看，帅吧？说话呀，是帅还是好看？滑梯的入口，你能相信这是滑梯的入口拍到的风景吗？来内蒙古吃什么我就没必要提醒了，但是草原上的星河一定要记得看，因为天空过于纯净，就算是阴天也挡不住了。这里就是内蒙古的乌拉盖草原，攻略放在这儿了，自己接吧。报复性旅行，为了坐我车看一眼这个地方，从桂林北坐车去了宫城，又从宫城坐车去了桂林西，接着又从桂林西去了宫城，也没出站，接着去了金站口，又坐车去了桂林北，直到天色暗淡再也看不到这个风景，才结束这趟旅程。出了站，有时候坐方向看不到，有时候是因为有的小孩对风景过敏。这个味儿。本来我要下车，但是我决定坐下给你讲穿越的女孩就是看到。然后今天的朋友圈就是出发了，到了。又回来了，又回去了，还是回来了。看好这张图，上车时候自己去调个位置，只要保证你的窗户是靠这个方向就对了。这是我乘车路线图，都说了是报复性旅行。第二天就爬去了那个山头，找到了那座桥，一遍遍的在那看火车经过。想开车的话，看好这个导航，桥下有条路直接就上来了。不过车不要再往上开，会有隔顶栏的。再上去右转一道，在这儿呢还有个橘子，我给你剥开了，记得来吃，可甜了。离这儿很近，那隔壁就是20元背景的取景地，但是这周围停的是20，老。道具收走，话不知道怎么说，全在水片里了。我去你的吧，石头！到晚上的话就不要钱了，但是我那纸币也没了呀。之后就桂林米粉，到桂林就是米粉，每次也不要多，就要2两，这吃一份那吃一份，一填肚子全是米粉。这桂林米粉吃法还挺特别的，是干拌的，当然你可以加点水先拌一下，等吃完了之后再去加汤，把底儿冲一冲喝点。不过我为啥那么做？每家店基本只有饭点开，有时候没味儿就只能乱做，像这种一开门好就嘎了。昨天，一股强冷空气席卷了整个山东半岛，雪界的分层已经可以清晰可见。潍坊到日照未见，整个半岛都被冰封住了。不过这次的冷空气不是东北老铁说话的，是来自内蒙古的朋友。开玩笑的，不过这地下是真的没有开玩笑。冰河世纪提前到来了，你现在正看到的就是威海的葡萄滩浴场。西伯利亚的天鹅也来过冬了，已经赖在这儿好几个月了，每年都来，每年都在同一个地方，咱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景点呢，可以说是威海白捡的，船开过来修，结果搁浅了，反正放这儿似的又不碍事，谁骑谁去拉吧。想看冰河世界的日落，一定要去金海湾的栈桥，入口的地方其实已经很迷人了。如果不是为了看冰河世界日落的话，其实站在这里就很棒。而且晚霞的时候，当路灯一打开，氛围感就会变得特别强，随便一拍就很有情绪在里面。晚霞的时候，粉粉的天空，月亮在这个方向也是粉粉的。走下去之后就到栈桥了，这儿是有工作人员看守的，但是不要钱，就是滑的时候就不让过来玩，像这种不滑的时候就会让过来玩。这边开车能停，拿车直接到。要不要辣椒？一点点。我的一点点都不要。当然游客一定要去火炬八街的，要不然没有归属感。带个大鱿鱼就馋死那帮拍照的。中央大街的面包还在流行，还是限购2个。我不懂面包有什么好限购的，你钱少少真棒啊！来，给你吃一口。黝黑，丫怎么学我呢？你也学？爱吃不吃啊？学人精嘛。早晨太阳起的时候我也起了，抄了个近道，导航看了我的足迹都挺迷糊。早上一只狗以为穿衣服是保暖，后来发现是金鸟的。元宵节快到了，汤圆也上货了。最近零下30度，买了几个冻货，手机都关机了，没办法了，就回去了。手机5开机了，又重新出去吃早餐。东北这个鸡蛋灌饼这么大一个，在我们这儿都能上白菜了。在冰雪世界生活，做到保暖的话，会玩的挺开心的。这里每年都有逃学企鹅，在城市里各个地标去打卡。工作人员说，他们每次只能玩一会儿，因为久了会冻感冒。我是不理解的，你听。我以为女的都不怕冷，回去的时候又抄了近道，这个不拍不限速的，谁还去开那正经路啊？3界碑旁边那个观光铁路桥是可以上去的，很多人会在上面等日落，远远看着江对面的缆车，冲进晚霞里，冲进太阳。有些东西就是容易让人浮想联翩，想着想着笑了，想着想着失恋了。在这儿很多店会有等位伙伴，这也只有在这儿能看到。烟雨入江南，蓦然葛仙村。后来就这样过了一段与世不争的日子，喜欢上了清晨的缆车，总觉得在那个时刻去山顶许愿，伴着晨雾会灵一些。晌午下山的时候，天空如拨云见日，给你看蝴蝶枪，
在葛田村入口处记得抬头看，很多人支支吾吾不告诉你的机会就在那里，不要走太早，晚上那里的灯光会让你哇哦。或者在一个雨天展一壶葛田茶，与无交融，待雨过天晴。傍晚的演出，如果你喜欢奇妙的关键点，那就去无边泳池吧。第一场节目结束的时候会开灯，月牙巷会有很多仙女拍照，记得去右边的餐厅坐7号桌，推开窗。嘿嘿，奶茶店看到了篝火晚会，与10年期间有着不同的感染力。水舞秀要去正面看，其他角度只能当大聪明。待灯光全部熄灭，你会看到这个季节的银河从天空划过，古色的楼巷有了星空点缀。朋友多可以租一栋小楼，每个房间都有独特的风格，每间都是独立卫浴的大床房，不用担心因为抢到了保姆房闹情绪。这里的每个打卡点，即便错过了白天，切换到夜晚一样让人感动。看到那个相框的时候啊，记得低下镜头，留下一张属于自己的明信片。怕是你要重新认识宁波了。在宁波有很多人会专程来把车从这儿推下去，不过最近泄洪了，但是现在可以走进水位不高的河床，湖面安静的跟个明镜一样。我身后就是宁波的大海，另一边是风车山的日落。屁股坐的地方叫花船缸，在这儿坐了一整个下午，没有一个人来。等会儿你看录像图就明白为什么没人来了。虽然这儿夜景很好看，但没拍，星星很清晰也没拍。最近月亮没有那么大，就亮一个月牙，乌漆麻黑的。下山不想走太晚，早早溜了。停车场到拍摄的地方大概4分钟，路还挺好走的，就是长，地上我都做过标记了，看着走就行。海边的那个飞机是个真家伙，在赫普大的沙滩到就能找到。是不是感觉他这样开飞机很溜，他开车也很溜？这边的海滩是面向日出的，但是我觉得另一边的山后更美，但是很难评，不会飞就看不到。但是我觉得更难评的是茄子年糕、皮蛋馄饨，你听说过吗？这儿的炸鸡柳炸完了还要再炒炒，田鸡能配粥，珍珠能掺进糖油红豆沙里，还有这个早餐流水线，换别的城市都是每件东西各卖各的，在这儿把拆开卖了合一起了。是没懂，这家就是本该合一起的拆开卖，面馆就在菜市场里，想要菜想要海鲜自己去买，带回来一下面给你吃。城市中心那个地方真适合约会，你们最好都来约会。山上还有健身器材，单杠双杠什么都有，就在市区里，不要钱。导航白石山平地到山门了，上来也很快，10分钟吧。哇，看这个楼好漂亮，这里还有几只橘猫，这种氛围好喜欢。路对面就是沱江，下去发现不好玩就回来了。这里是酒城，但是我不想喝酒，所以你俩也不要喝。看这种感觉的地方，有一种让人很安静的魔力。我发凉糕，这个叫凉糕，有点豌豆味。不是个爱逛景点的人，就喜欢在路上走走逛逛，发现喜欢的瞬间就留念一下，遇见新奇的食物就亲自去鉴定是否美味。玩累了，坐公车的时候睡过头，下车的时候到了遥远的村庄，窜来窜去的探索时，发现了一个码头，码头在这儿，然后这里有棵枇杷树，这肯定倍儿酸了。看那个阿婆捡了好多，发财了。我也不知道船要开哪儿去，只觉得2块钱应该不会开太远吧。上船每个人还会发一个单肩包，这是最近的时刻表。船开到了对岸的神秘城，很安静的一个地方。沿江的一段长城刚好逛到船来接，只有鸟叫声、风声和江水声。这边的码头那里还有个停机坪呢。本来想坐这里的，但是呢，这里有几只臭咕咕，我不想招惹这种玩屎的鸟。雨都停了，这片天为什么呢？可能是阴天想通了，所以在天空留了个缺口。每天最喜欢的时刻。哦，阿婆打哈欠。第二天临行前，拉了箱子去找阿婆吃了最爱的土豆花，吃完就要走了，你懂那种感觉吗？